计时了，5、4、3、2。我听见车流穿行的歌，人群在一起的来回，我被喧闹包围。我看见落叶轻新年快乐！晴空上飞鸟追着流云，新年快乐！我都想体幸福快会生命常在天涯海滩原味，相照下相迂回，共赴此生年岁。我是世间微风的风，无惧洒脱，也是奔向云的吹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毅，初来乍到，多多关照，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。小爱，叛徒，就是叛徒，想打一把狼。叛徒，叛徒。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？会的词儿多了，就这个适合你。傻乐什么呢？就你大聪明啊！霍比特人，谁是霍比特人？你啊，那你还像绿巨人呢？我这是为了陪你出来精心搭配的，绿色。新的一年，周主任，还请继续多多关照。欧阳经理，合作愉快，祝你蒸蒸日上。祝你事事顺心，病人个个都健康。祝森林健康平安，快乐成长。祝方教授和方医生还有你阖家圆满。祝你幸福，也祝你幸福。元旦快乐，师傅。还是要再催一下简直和肖老师啊。哦，方老师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我不是冲动赌气才说出口的，我就是觉得太累了。我真的要努力的去接住他，但每次我想跟他沟通，他都选择了无视。就好像只要他说对不起，我就必须得觉得没关系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。这种重不得轻不得的日子，太疲惫。
这段时间我回妈妈家，才终于能透口气，不然我一定会崩掉的。我得救自己。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我跟妈妈都在你身边。向前看喽。我先去忙了。冬天的帽子跟围巾放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小人书放在一个绿色的收纳盒里，我没找到。证件袋呢？不知道。这个家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这是接下来要拍的视频的内容方案，最后一页是心内小旋风的账号和密码。好，周主任。来了。主任。啊，还有这些，这是拍短视频的设备，有任何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随时问我。好，宣传方面还有这些设备，我确实不太擅长，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需要麻烦欧阳经理的地方。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哎，我扫你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辛苦了。主任，专业方面的新知识我可以去学，但是宣传方面我努力。盛主任，医联体的 GICU 落地在最后关键期了，下周我要过去盯一盯。去多久呢？1周左右。去1周，那 GICU 怎么办？我不是整1个星期都在医联体，隔2天我会回来看一下，而且护士长小杜、小杨、小范还有其他医生都在这边，不会耽误这边的工作。什么都能甩给他们的话，那 GICU 要你干嘛？你看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因为跟林毅的问题？盛主任，我去医联体和我跟林毅的关系是2码事啊。2码事儿。我上次就跟你提了一嘴林毅的头发，你就激动成那样，我当时还不理解呢。方医生，因为感情的问题影响工作，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。盛主任，您这样无端的下结论，也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。就1周，多天都不行。谢谢盛主任。小然姐真的跟林主任分手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别传谣啊！你看小然姐最近朋友圈，林主任1条都不点赞了，也不评论。那林主任平时不是挺忙吗？你没点赞很正常呀。哎，
你们说他俩啊，一个搞外院工作站，一个搞医联体，两个人也见不到面，确实挺危险的。而且周主任最近对林主任态度也是不咸不淡，估计林主任内府的位置不保了。周主任他平时对谁都是那种不冷不热的，有可能互动我们没看到而已，对吧？懂，我都懂你的心情。我也懂。不是你们懂什么？本来就是嘛，谈感情不就是有点小吵小闹很正常呀。反正这对 CP 绝对不可能毕业，绝对不可能毕业。嘘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实锤，依然为你真分了。我这有匿名线报，求证当时。林玉这2天在台上话比之前谈了2年多了吧，真的分了。那小太阳那么好，李一真是身在福中之福。小太阳这2天脸上的笑都没了，感觉黯淡了。方老师，我给你带的奶茶。谢谢。你才从医联体回来吗？对，那边的收尾工作比较繁琐。方老师，这是我的论文，我准备投稿。写好了，恭喜。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敬爱的老师方小然女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专门给你写的致谢。啊？你这个像写给某位已故的师长啊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件事儿难过。什么事啊？那件事儿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个论文是你辛辛苦苦写的，没有必要把我写在上面。方老师，可是，不然以后我每次看到你的论文，就会想到你分手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方老师是我考虑不周。好啦，你的方老师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。去忙吧。那你好好的，我先走了。小峰啊，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，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。这个位置一直空着，我之所以没有兼任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能把这些机会留给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。而且单位这次决定呢，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几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。经过讨论之后，院单位的人选，一位是你，一位是盛年。所以说，这个大瓜终于还是爆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终于，是太早了吧？他们资历相差10年，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。所以啊，这结果啊，基本就没悬念。也不一定吧。现在好多医院都讲究管理人才年轻化。我前段时间听新闻，说东江哪个区我忘了，说中心医院有提拔90后当副院长。他们是2级医院，跟咱们不一样。我还听了一个小道消息，说这次主张是王院长提出来的，其他医院的一些领导还都挺支持的。那完了，这个盛主任之前是王院长的学生，在以前那个医院，盛主任呢也是被王院长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这不彻底完犊子了吗？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。进。哥，你不是在医联体吗？忙完回来的，看看 GICU 的病人，也不放心你，过来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群里大家都在说中心主任的事儿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能怎么想？从天而降，确实让我措手不及。的确是有些奇怪的，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，突然就说要任命。院里有这样的安排，
其实也能预料到。王院长，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手术由林毅来主导比盛主任合适。况且昨天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昨天我就在医院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？小芳，我是信任你的，你信任我吗？如果你继续要当一个没有分寸的人，那医院真的要考虑，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。所以说啊，代价终究会来的。杜岩的手术，我先斩后奏，让袁领导很难办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，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？我资历不够啊。所谓的评选，其实也就是走个流程吧。其实我当不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，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。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，心脏中心就名存实亡。他眼里根本没有合作，只有吞并。什么联合门诊、hybrid， 这都不用想。他可能也不会派人去贵州支援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担心杜岩的事儿不会只是一个个例。所以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上，总不能不战而降吧。总要积极面对，哥，我支持你。从好好吃饭开始。那我先去忙了。这么晚你还不回去啊？ GICU 还有事儿，明天再去趟医联体。行吧。好。从下周开始，门诊、住院、手术的安排会做一些调整。在会前已经把通知发到各位邮箱了。考虑到医院周边的商业区比较多，上班族白天没有空，只有晚上有时间就医，所以从下周开始，我打算增设周末夜间门诊，包括专家门诊，好满足病人的需求。但是周末和晚上检查检验什么的，都跟不上吧？这些我来解决。再来，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微笑服务。人是感性动物，我们的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病人的就医体验，以及对我们科室、对医院的信任。想要留住病人，吸引更多的病人，我们就得拿出最好的服务。另外，从本月开始，采取末位淘汰制，每个月绩效最差的那一组，带组主任将转为一线班，身先士卒。最后，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表现之外，科研也不能松懈。在座的各位，本年度没有论文发表的话，奖金权重降低20%。其他的一些相关执行方面的细节调整，都列举在通知上，请各位一定要仔细阅读，严格执行。我知道，大家对这一轮的改革有些意见，但我希望大家能体谅。你们都清楚，心脏中心主任的竞选已经开始了。这几个月，我打算全力以赴。也请大家再相信我一次，和我一起背水一战。我把你给陆院开刀的视频第一时间发给了青海的陈院长，他看到后非常兴奋，
想邀请你到那边去建一个专家工作站。那太好了，我愿意去。那边的病源很大，就是缺乏人才，尤其是还可以做他位人才。盛主任，总之，东丽心外开疆拓土的重任交给你了，把这边的技术和口碑都打起来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恭喜盛主任啊！我就说嘛，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，这个时间点放出来，说白了，那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。这话不能说太早了，还得低调啊。是，这不咱自己人嘛，我私下说。反正我认为啊，您就是实至名归，以后还望主任您多多提携。你这人还是很靠谱的。上次我那边论文，多亏了你。哎呦，小事情，能为盛主任尽绵薄之力，也是我亲兄的荣幸。主任，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，都在有效期内，就是快到期了，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。这个嘛，那也得有符合换班适应症的病人呀。哎呀，主要是那个厂家吧，退换货政策特别苛刻，我这库里压了不少，这损失有点大了。主任您放心，返给您的那个点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看情况。哎，主任，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。什么情况？急诊送来的，本来是脑梗引起的视觉中枢的问题，视野缺失，他们已经进行了及时的溶栓处理，但在入院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房颤，伴有左房血栓。那他的脑梗很有可能是房颤导致的。应该是的，他2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2间半的修复手术，好像是林主任做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名字也挺特别的，姓穆，叫蔷薇。蔷薇，小峰主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住哪？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像我、杨阿姨、花儿，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，没有人在乎，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。谢谢。你坐呀。你怎么样？我就是有时候还有点头晕。那你眼睛呢？眼睛中间可以看得清，两边还有点看不太清。你之前有按时复查吗？不然不至于这么严重。我有啊，我就上次没看上。哎呀，过了几天想补，保安拦着我，也没加上林主任的号。后来也想去看特需门诊看您，但那天你也比较忙。不好意思，你急事有处理。稍等我一下，稍等我一下。先让一下，先让一下。病房那边有病人有特殊情况，主任得先去处理一下，大家在这稍等一下。我就没打扰你。你给我发信息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想着回头再去门诊吗？谁知道来急诊了。
是我们的问题。不是啊，哎呀，不是你们的问题啊。我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过了，你现在卒中的危机算是解除了，但还得继续接受抗凝治疗。等你血栓都消失之后，我们再来处理你房产的问题。小冯主任，有你在我就放心。那小叶你安排一下，回头把他转到我们那儿去。好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蔷薇是我们心脏中心的老熟人了，你要多关照点。好。来让一下，来让一下啊，让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熟悉啊，雅兰姐，是吧？刘医生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你这蔷薇，蔷薇，你是咋了？没事，小毛病。啊，周主任收进来的。行，那你有事去办公室找我们啊。嗯，你最好没事。你先忙吧。小冯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等你啊。蔷薇，哎，我去帮你准备你助理来的东西，你跟主任先聊。好，谢谢雅兰姐。哎，好。这两天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，特别是刚才从电梯出来，哎呀，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还有熟悉的面孔，很亲切。蔷薇，哎，林主任，你也来了。你怎么住院了？我前2天进急诊了，脑梗，在省内接受了溶栓治疗，入院时查出房颤，伴有左房血栓。那现在呢？脑梗大概率是房颤引起的，因为复查不及时，导致他现在视神经受损，视野范围受限。上个月你就应该来复查，你怎么没来啊？我来了。你好，我找林主任。你报到了吗？我来复查的。没挂号吗？林主任这是不加号的啊。我们盛主任最近反复强调过，说林主任开刀辛苦，门诊限量，不许放人进去加号。是这样的，我是他以前的病人，上周复查有事耽误了，今天的号实在没挂上，要不您帮我问他一下，我叫蔷薇，您说他就知道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我要让您进去了，我工作就丢了。不是，那您别为难我啊。你怎么没跟保安说一声？我跟保安说什么？保安归我管吗？你诊室门口的保安不归你管吗？给复诊病人开个绿灯很难吗？我是医生，我管病人，保安是你们管，是你们领导管的。那就把你病人管好。我去贵州之前把蔷薇托付给你，你就这么负责任的吗？他错过了复查时间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们俩还是老样子，病人的事儿你们就喜欢拌嘴，一点没变。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你好好休息，我再来看你。好，小冯主任。小冯主任他……你别理他，当了领导就这样。既然住院了，就安心的待着。嗯。你就一个人？是，还是一个人。那这次谁来照顾你？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开了一家美甲店。美甲店？对。哎呦，这个我们店里的体验券，送你，回头来店里我给你修指甲。送给我有什么用？我天天戴手套，我不用美甲。那你帮我给小冉医生，向他问个好。哎呀，你收着嘛。
我拿1张就够了。你都拿去。不行，太多浪费了，你留着吧。行，那回头不够再找我要。行吧，那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行，好，谢谢林主任。蔷薇，小然医生，听我哥说你住院了，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搬回来住感觉特别安心。我看过你的病历了，没有大问题，你别担心啊。这是你房间吧？走，好。听我哥说你开了个美甲店，生意怎么样？就一个小店，生意还行，反正租房呀、吃饭都够了。来，你躺着。行。哎，而且我那店铺吧，离建波家很近，我还能去看看他父母。真好。小然医生呢？你好吗？我就还那样，吃饭、睡觉、上班。这次看到你们，觉得特别熟悉，但是又不一样了。你看头发长长了好多。对，一直没剪。而且小峰主任当了科主任，林主任成了都挂不上号的大专家，小然医生，你也那么忙，风风火火的，觉得你们都变厉害了。是，大家都比以前忙了。小峰主任和林主任，他们是在闹别扭吗？那你和林主任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分开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和平分手。今天白天见到林主任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好可惜啊！你们都那么好的人，哎，这2年发生了好多事儿。2年的时间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不过看见你还是很亲切啊。你把手给我，我看看。回头上我店里去，我给你做个美甲。哎，我顾不上，而且平时不方便。方便就只是护理。行。喂，钱钱妈妈。森林妈妈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，你说。是这样，我们家钱钱上次在东丽做了手术，你方不方便帮我看一下她的病历啊？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这手术也挺顺利的。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老家医院复查的时候，这边的主任说，像钱钱这种情况，其实可以不用开胸的。谁做的手术？心外科的盛年盛主任。我当时怕你太忙，就没打扰你。那盛主任，我告诉他了，我们是你的朋友，盛主任也蛮客气的。但就是现在，我不知道该听谁的，我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。你发给我看看，我看了以后给你回复。谢谢，谢谢。好。患有之家的钱钱妈妈给我打的电话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事儿还是得来问你。1公分房缺，在我们医院做的，谁做的？盛主任。你手术都做完了，你现在来找我干嘛？我就是不太明白，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？主任，你找我。我这有个病人，你来看一下。才3岁啊，肺动脉重度狭窄，动脉导管未闭，
还有一个小房缺啊，出生时右心室中度发育不良，做过肺动脉球囊扩张。右心室发育是不好，你看，右心室肥厚、腔小，心房水平超声显示还是右向左的分流。这个手术方案，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。像这种情况，一般都是做 PDA 介入封堵，然后测肺动脉压，可以的话做一个 Glenn 手术，完成1右1/2心室修补。术后如果氧饱和度维持在90%左右，就基本可以是周末手术。我是想做镶嵌手术，但这次我要做腋下小切口，这样可以避免切断胸骨，不然的话胸口会留个大疤。小家伙长大了会自卑的。为什么？你做腋下小切口，术野也就变小了，很容易游离不充分，风险反而更高。难度是很大。我记得10几年前在新疆，给先心的孩子做义诊，免费手术，大巴车一车一车的送来，手术我们一台接一台的开，各种稀奇古怪复杂病例我们都应对了，熟能生巧嘛。主任，过去是过去，并不能作为现在的依据。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次手术我还想做 off pump， 要做就要做最极致。镶嵌手术已经够难了，您还要做腋下的小切口，再加上 off pump， 这样不仅难度大，风险也更高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邀请了儿科专家一起仔细地推演了这手术的全过程，我非常有信心。1公分房缺，我看那上面写的缺损边缘偏软，不利于介入封堵，所以我就问了儿童心内科，但是他们也说介入封堵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好了，封堵散也没有那么容易脱落。我就是不太明白，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？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，他动机不单纯。这类手术，我想你来做介入。介入可以找心内啊。我更相信自己人。我知道你对这个手术方案有顾虑，但是这个孩子才3岁，还有大好的未来。不管是腋下小切口还是 off pump， 风险高，病人收益更高。术后他也能更接近一个正常孩子，为这个，我们也值得努力一把。行，我答应你。但我还是强烈要求体外循环要备着，万一出现低氧的情况，可以随时开机。我同意。小林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东江二中医院心内科的董主任，介入的部分他来给你助阵。小林，我们科的天才。林主任，久仰大名。您太客气了，董主任，麻烦你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，看你的了。我们开始吧。这边请，好嘞，就等你了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儿童医院的刘主任啊，来指导我们工作的。王院长，你可千万别这样，来学习啊，学习。大家坐，来。我是听董老师说呀，他要来参与镶嵌手术，这不就跟着一起来观摩学习的吗？欢迎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 GSU 的方医生，回术期的监护是至关重要的。幸会，刘主任。幸会，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。
小虎进来看一下超声。风堵期位置好的，没有参与分流，左肺动脉血流正常，侧肺动脉压。好。到位。平均肺动脉压15、16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声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其实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你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朵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。来时我们颠簸，去时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尘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